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22号周一晚上的7点45分。今天的四大指数是全线下跌，除了道指之外，跌幅都超过了 2%。 标普11个大板块也是全军覆没，标普中只有22只个股上行，472只个股下跌，纳指100里边只有5只上涨，97只下跌，道指30只股票全部收跌。今天是真正的普跌，无论是权重还是非权重，跌幅都差不多，真正实现了雨露均沾。自从7月份 CPI 数据下降以来似乎通胀开始减速了。大家非常希望美联储也能够减缓大幅加息的步伐，减少对于股市的估值打压，但期望与事实并不完美的匹配。在本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举办之前，咱们看到呢，市场对于鲍威尔的讲话押注偏鹰派。那么今天9月的这个加息概率显示，加息75个基点再次占上风，市场押注 55% 的概率加息75个基点，这比一周前 39% 要高一些。那么较高的这个短期的利率预期也正在推高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咱们看到呢，目前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是在 3% 左右，也是接近1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咱们都知道在过去的1个月，国债的收益率一直是维持在相对较低的位置，那么整个的股市也是反弹了1个多月。那么目前国债收益率反弹到了1个月的高点附近，对于股市的打压是立竿见影。所以市场的下跌我们如果开句玩笑说他是这个做出一副要死给鲍威尔看的姿态，要给他施压。其实我们算一下时间如果这周持续的阴跌或者横盘到周四，一直跌到鲍威尔在周五上午10点发表讲话，结果他来一个偏鸽派的发言，然后市场在周五来一波大反弹，这个时间看上去刚刚好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剧本怎么样？因为现在其实指数的位置还好也仅仅是到达第一站而已。那么较高的这个国债收益率，除了会打压估值之外，也反映了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加息越激进，美国经济陷入全面衰退的概率越高。现在我们要是看经济学家的这个调查似乎经济学家们都是比较的悲观的。那么今天正好也有这个全美商业经济协会对于经济学家的一项最新的调查，咱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认为美国经济的。19% 的经济学家表示美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 72% 的人预计下一次美国经济衰退将在2023年的年中开始， 20% 的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衰退不会在2023年下半年之前开始。对于美联储在未来2年内将通胀降到 2%， 而且不导致经济衰退， 73% 的经济学家表示完全没有信心或者不太有信心这是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只有 13% 的经济学家表示他们有信心或者是非常有信心美联储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其实呢，对于这个经济衰退的看法目前市场上有争论，其中认为不太会出现经济衰退或者没这么早出现全面衰退的主要依据是来自于劳动力市场依旧非常的强劲。今天同样我们看到纽约的联邦联储发表了一个最新的劳动力市场的调查，其中谈到的几个观点是7月份转换到不同雇主的比率比去年同期的 5.9% 下降到了 4.1%。其实呢，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辞职的人数现在开始放缓，也表明另一部分是一些公司试图正在挽留他们现在的这个员工。那么这个很多的人呢，都对于现在的这个福利还有晋升机会也是表示满意的，但是呢，跳槽还是能够获得更高的一个经济收入的。通过这个
7月份呢，整个的跳槽的工资同比增长是 8.5%， 而留职者的工资同比增长是 5.9%。也不知道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里边今年有没有跳槽的，你有没有实现同比的这个 8.5% 的工资的增长，和你上一份工作相比，或者说你现在还在原来的职位上的，是不是现在今年的加薪的工资幅度也达到了 5.9% 之多呢？咱们这个话题也可以聊一聊啊。好，那么说完这个，咱们还是来看一看关于市场大盘的这个走势啊。其实现在呢，整个的8月份呢，还剩下最后的6个交易日。市场最近呢，也是在提醒最差的这个9月就要到来了。这里呢，我把这个9月份，也就是历史上最差的9月，我给大家做一个深化，做一些补充，就是我认为它除了就最差的9月的历史数据之外，还有其他的5个风险啊，我一并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当然这些风险呢，很多都是长期、中长线一直存在的一些基本面的风险，也不仅仅是9月份才存在。好，我们看一下，根据历史的9月的数据，为什么说是比较差的呢？因为自1928年以来，标普在9月份平均下跌 1%， 自1896年以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这个9月表现也是最差的。但除此之外我认为现在市场面临的一些风险，还要进行5点的补充。第一个呢，是现在从今年的6月份的这个阶段性的底部啊，股市是已经有了一个大幅的反弹涨了10%几啊，指数。现在我在节目里边一直在强调，它有技术性修正，包括有在之前底部买入，现在有波段落袋需求的，会在这个地方产生比较大的一个抛压啊，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啊，我在之前一直在陆陆续续的去把一些在之前加的正股再做一个减仓，然后呢做了一些投机性的这个指数的这个期权的这个头寸，然后呢第二个是标普的盈利增长预期是有顶的。很多朋友呢认为市场往上涨呢，一涨就会想到是不是要持续大涨啊，是持续的这个单边走牛。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现在的市场要看震荡啊，不能够去看单边的走熊或者单边的走牛，因为市场的往上走的空间，从基本面的标普的盈利预期来讲，它是有顶的。它那些数据呢，也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啊，那些数据呢都是企业根据他们的财报统计出来的。所以每一次当财报发布的时候，给前瞻的时候，市场会有一个总的一个预期，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预期，为什么会知道未来大概会什么样啊？尽管预期可能会下调或者上调啊，但有预期总比没有好。所以呢，现在的预期是增长还是增长，但主要来自于能源板块的贡献，给整个的标普带来比较大的增长。如果剔除掉能源板块之后，实际上整个的标普的增速是不快的啊，是不快的。所以如果按照基本面去算，现在的标普呢，其实增长预期有顶，一直涨到前高，甚至超越前高，那就是高估。这个高估指的是在今年啊高估，因为它交易预期提前了好几年。如果比方说今年的年初的最高的价格，你放到2年之后，你高不高呢？那可能就不高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标普整体还在增长啊，所以现在的高指的是基于现在的这个预期增长数据来讲。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啊，我认为现在整个盈利的增长预期有顶，它是不支持单边大涨的，涨多了就会涉嫌被高估，涉嫌被高估了啊，就有像我这样的啊，会去那个部分的落袋，那么就会给市场产生一些抛压。我相信很多的机构其实也是一样啊。我们一直在讲说，机构这边呢，其实它并不在乎你是持续的单边上涨还是持续的单边下跌，无所谓的啊，涨不涨，涨和跌其实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有波动，横盘是最难受的，只要一横盘你就看吧，这个基金的业绩都很差啊。好，然后呢，第三是全球经济放缓，未来增长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现在的这个全球经济的数据每周不断发布之后啊，包括中国的数据，我们也看到，其实都是处于一个在放缓的这个下行趋势中，并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问题。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欧洲更是这样。所以全球经济放缓，那么对于未来产品的需求肯定会有所减弱。经济一放缓，那么增长预期，企业靠增长来盈利，它的不确定性就会被增加。现在看起来，比方说 15%、20% 的增速就有可能被调整 10%、8%啊，它有持续被下调的风险。好，那么第四个就是现在我们看到6月份的通胀当时是 9.1， 然后7月份变成了 8.5， 这个通胀是不是会如期下降啊？后面会不会越来越低，变成 8.1，
7.9、6.8慢慢往下走，还是中间又突然间通胀又起来了，现在8.5，到了下一个呢变成了8.7，后面呢突然间又超一个顶部的9.1，然后又慢慢开始往下走，而且速度会不会没有那么快？会不会持续的横在什么6%、7%左右的一个通胀水平？会不会已经深入到经济的各个领域？高位的时间持续的越长，就会导致美联储骑虎难下，把经济拖入更长时间的衰退。好，第5个，当然这个就是地缘政治风险依旧存在。这个风险呢，它可大可小，安静下来了，风险瞬间就解除了。如果这个有加剧的趋势，那么风险瞬间可能你隔一夜起来，你会发现世界完全是翻天覆地的发生了一个变化啊。所以我认为呢，整个的9月除了历史上的表现就比较差之外，加上现在已经有了这些风险，我们还是应当当心。但当心的意思不是让大家使劲的拼命的看空去做空，当心的意思是合理的位置，你该卖的就卖一点，该保护的就保护一点，到了合理的低估的好股票，该买的一样是能买的啊。好，这个呢就是对于整个9月的一种这个数据啊，叠加着我自己的一些这个思考啊，和大家做一个总结。另外呢，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市场的走势吧。短期的最近这个大盘的这个下跌啊，其实我最近呢已经在节目里边多次讲到过关于点位以及这个预期的问题。反弹的多了，跌一跌，对吧？跌完了，它回头再涨一涨，其实就是一个震荡对待。这种下跌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太奇怪。那么会不会说这个下跌马上就要去探新低了？大家请看上周5的节目啊，做过非常明确的这个讲解。我认为是不会啊，不要那么一下看那么远，现在还要先看下方的位置破了之后才说，不破仍旧在这个上行趋势里还有机会。其实呢，这种上下来回的去摆动，市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最近呢，其实陆陆续续我已经做了一些减仓，而且指数今天已经到达了预期中的第一站，但是第一站的下限呢还差了100点左右。那么结合着今天我个人的这个持仓个股的这个下跌的幅度和速率啊，我预期呢，我减仓的有些股票啊，在第一站我是没有可能再买进去的啊，因为现在看起来，它的跌幅还不够多，我得让它跌到下方这个地方才有可能给我一些加仓的机会。现在这些位置啊，有一些还是太高了，刚刚卖掉的那些还是要继续等到好的位置再加哈。那么这个短期走势上，由于指数啊，它是已经跌到了第一个支撑区域，而且本周的经济数据到周5之前啊，其实它的重要程度都不高。周5有这个鲍威尔的早上10点的讲话。那么如果市场想一蹴而就的跌下去，一口气跌下去，这个期望值啊，从我个人来讲，确实是有点高啊，我并不看它那么快的就完成这一切。你毕竟上吊也得让人喘口气，不是？如果有人啊在之前这个地方做空了的，可以落袋一部分了，今天已经到了第一站了。我之前的短线的做空的投机指数的期权仓位，今天也是已经部分的落袋了。那么今天的上午这个标普的这个跳空的这个缺口啊，它是近期走势啊这个最近的一个压力位。这个地方我们要未来几天看反弹的话，你就要看今天的这个缺口。如果反弹能够站上这个缺口，代表着市场会再次的向上方的200均发起测试和冲锋，那这种反弹的趋势就是比较强的。如果不能到了这儿马上原地掉头，那这个下跌的动能会更大一些。但是我提醒一下，即便现在如果站上了缺口往上走，那么市场大趋势能不能逆转？这个大趋势指的是从去年年底以来的这一段的下跌趋势，然后去往上涨，能不能逆转去看前高看新高，并不是看这个200均啊，一定不是看这个200均，而是看4400到4500这个地方才是大结构的反转的位置，也就是传说中的筹码要由亏的变成赚的多，要去突破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呢抛压会变小，市场的情绪就会由看空更多的转向看多，才有可能去推升市场向上去看前高。好，所以呢这就是最近的关于这个基本面还有这个指数的位置的一个讲解啊，后面几天呢估计这种情况还是会来回去磨在这个地方。好，最后呢和大家来简单讲解一下关于这个 Zoom 的财报。
简单的说一说啊，简单带几句。它这个财报的营收是本期EPS 呢都还不错，主要是前瞻不太好。本期的营收是11亿美金，然后同比增长 8%， 但低于之前公司预测的 11.15 亿。然后每股收益是 1.05 美金，高于预期的 0.93。然后前瞻是下调的，对于下个季度它的预计营收为 10.95 亿到11亿，低于市场预期的 11.5 亿。每股收益82到83美分，低于市场预期的92美分。另外，对于全年截止到2023年1月的财年，它下调了前瞻，它的营收是 43.85 亿到 43.95 亿，低于之前它给的指引 45.3 亿到 45.5 亿。那么每股收益呢是 3.66 到 3.69 美金，低于之前自己的指引 3.7 到 3.77 美金。同时呢，他还指出，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收入疲软，导致本季度收入下降 8%。这里呢，我把数据简单跟大家列了一下，大家知道它今年的一个情况，还有明年的一个增速预期。今年是衰退，明年会重回增长，但是也只有个位数的增长。那么对于他来讲，成长性已然不在了啊，已经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高成长性的公司来对待了。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增速呢，更像是一个价值股。现在它市场上最强的一个压力在100到123块钱，也是最近刚刚到过的一个地方。盘后跌了 8%， 一口气呢跌到了89块钱。后方呢也是需要慢慢的去盘吧，没有办法啊。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